英美两国最近进行了一场模拟台海空战的演练，研究的目标则是如何在台海上空对抗歼20，意在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我是虎妞。美英澳三国的空军部队在美国本土内华达州进行了联合空中演习，主要练习与解放军空军的战斗机和反防空作战战法。这次联合空中演习反映了美国和其盟国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关注，并试图通过练习增强对中国的军事能力，同时也提高了美国和其盟国空军之间的互操作性，以应对未来的军事挑战。分析认为，美国军方自己感到在台海面对解放军力不从心，因此邀请其盟友进一步加强演练战役战术战法，以面对日益强大的解放军部队。英国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和澳大利亚的 EA-18G 电子战机和美国的 F-35、F-22 战机进行了密切的空中协同战术。演习中演练的场景包括远程打击和三支空军之间的互操作性。此举表明，美国正在为台海未来可能的突发事件做准备。此前，美军方就被爆出使用 F-35 战机模拟歼20的消息。美军一直在研究对于歼20的有效反制手段。他们在演练中使用 EA-18G 电子战机干扰了歼20战机，然后使用了 F-22对其发动偷袭，可见美军对于歼20战机的重视。美第414战斗训练中队指挥官哈钦森上校表示，美军和盟友将解放军当作潜在敌人，就是方便美军为了更好做准备。在为期3周的演习中，所练习的任务和说明美军如何试图在装备精良的解放军面前扭转其在西太平洋的劣势。英空军在演习中也派遣了 KC-2 加油机，为美国战斗机提供了空中加油。这表明英美空军正在演练远程打击，以适应西太平洋解放军强大的远程打击能力。毕竟在战术前沿的机场和空军基地根本靠不住。英空军指挥官莱尔准将表示，他们的任务是支持部队进入被占领的地区，并且对敌方的重要战略目标进行打击，以削弱敌方的战争能力。英美作为最为密切的军事盟友，未来很可能在台海冲突爆发时设立禁飞区，并且争夺台岛的制空权，以彻底破坏解放军的武统行动。但是这个看法和观点有很大的漏洞，就是以美英目前的军事实力而言，基本上不存在在台岛与解放军争夺制空权的可能，因为这是解放军的主场。毕竟美英战机的航程有限，从美国本土即便是有加油机的支援，超过数千千米的距离，也使他们无法前往台海进行一场高强度的空战。而解放军有主场优势，毕竟空军基地就在家门口，背后还有地面的防空体系和大量先进隐形战斗机的支援。劳师远征的美英澳联军根本无法夺取制空权，反倒会在解放军的体系面前被撞得头破血流，更别提什么猎杀歼20了。这样是在实战中，在预警机、陆基反引雷达、水面战舰的支持下，就是歼20猎杀美英战机了。而美军在日本和韩国一线的空军基地，在战时起到的作用也有限。这些基地都是解放军导弹关注的重点，一旦发现有干涉台海的迹象，顷刻间这些机场将遭受连续不断的持续性打击，在冲突结束前是不可能起降战机的。现在美国军方高层也知道，美军在亚太一岛链的后勤和军事领域都处于落后状态。他们认为唯一的获胜方式是对中国的后方采取纵深打击的方式，如从日本岛屿使用新部署的高超音速导弹来打击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基地的计划。其主要的潜在目标就是解放军的机场、导弹基地、部队驻地、雷达站、海军基地等。其发展的 LRHW 高超音速导弹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事实上，美方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总之，最近的联合空中演习和积极武装日本的举动表明，
美国及其盟国可能正在为与中国大陆的潜在冲突做准备，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后方采取只打击的命线策略。与以往只干涉台海问题不同的是，它突出了它在与中国的传统潜在冲突中被认为处于劣势地位，以及它在未来军事冲突中扩大战争范围以取得胜利的决心。对于这一点值得我们警惕，如果让美国在日本本土部署大量的高超音速导弹和弹道导弹，对于我们的威胁是十分严重的。即便是具备反制能力，面对日本部署导弹的打击，解放军也将付出相当的损失。